心理学家米哈里·契克森·米哈赖曾做过一个实验，他花了5年的时间，跟踪调查了活跃于科学、商业以及政界的杰出人物。通过对他们经历的梳理，他发现，这些人的行事作风都喜欢跟大多数人反着来。就比如，普通人喜欢睡懒觉，他们却习惯早起；大众都渴望稳定的工作，他们却不断折腾自己。在他们看来，人若总是跟风随大流，人云亦云，就注定只能成为多数人中的一员。只有选择特立独行，脱离大多数人的行为认知，才能慢慢爬出底层。多数人做什么，你就不做什么。心理学家杨玲说，现在流行一种病，叫手机依赖症，意思是说，人的手里离不开手机，有1分钟的空闲就刷几个视频，有半小时的闲暇就玩一局游戏。一旦没了手机，整个人就会陷入恐惧，心里七上八下，空落落的。却不知，沉浸在互联网算法编织的美梦里，我们只会成为现实中的输家。美国作家凯瑟琳·普莱斯原本只是一位普通人，闲来无事，他曾多次尝试写作，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不是他文笔不好，而是因为他每次写作时都忍不住玩手机，一会儿刷刷社交媒体，一会儿看看短视频，半天过去，一个字都没写出来。后来他下定决心，给自己与手机制定一份分手计划。第一步，他进行应用程序评估，卸载了所有非必要的软件，并关闭了所有的通知。这让他平时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软件上，免受各种推送信息的打扰。尝试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每天能节省2个小时用来看书。第二步，他试着物理隔断，在写作时把手机锁在隔壁房间的抽屉中，每次想刷手机就需要起身开门开锁，而这期间就能刻意控制行为，阻止自己取出手机。靠着这样的方式，他成功与手机分手，从而专注于写作。后来他把自己这段分手经历写成了书，而这本书就是畅销美国的《手机断舍离》。现如今，几乎人人都是手机不离手，活在虚拟空间中，每时每刻都被手机中的各类软件精准投喂着廉价快乐。你以为是手机带给了自己快乐，填补了自己闲暇时间，实际上这种垃圾快乐就像是吸食精神鸦片，最终只会消磨心智，耗费时间。这恰如《娱乐至死》里所说的，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。尤其是在底层，你会发现身边的低头族越来越多，但越是如此，你就越需要放下手机，抬头看看真实的世界。夺回了线下生活，你才能重新找回思考力、专注力，进而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多数人推崇什么，你就反对什么。很多人都听过卡耐基的一句话，一个人的成功85%源于他的人脉关系。于是就有大把大把的人推崇人脉，整天钻营关系，妄想一步登天。然而关系的本质并非情感，而是价值。处在底层，身无长物，认识谁都没有用。作家何常在就写过一件事，有一年他想去当地一家企业采风，收集人工素材。他又是说好话，又是送礼物，结果都被老总拒绝。隔了几天，他再次联系上了对方，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可以帮你写传记。老总立马转变态度，同意他驻点采风不说，还开始对他称兄道弟。恰如知名商业顾问刘润所言，真正的人脉是你自己的能力。与其推崇人脉关系，不如信奉自我能力。作家刘同曾分享过自己的故事。刚工作时，
他在娱乐节目中负责找明星选题，为此他四处找朋友托关系，联系明星的经纪人，请客吃饭，结果无人应约。四处碰壁之下，他索性放弃结交明星，开始潜心打磨工作技能，提升节目策划能力。没2年，他就跳槽到一家卫视，担任了一档娱乐资讯节目的主编。在他的运营之下，节目逐渐步入正轨，并且小有名气。而那些以前对他爱理不理的经纪人，也都开始不请自来。发现没有，圈层不同是强融不得的。不同圈层的人能力悬殊，资源不匹配，就无法进行等价交换。人脉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应酬，而是能力。当你提升了实力，待春暖草绿之时，自有一群骏马朝你飞奔而来。多数人选择什么，你就放弃什么。最近几年，我发现底层有个现象，很多穷人家的孩子，大学一毕业就选择考编考公，一场又一场，一年又一年。本地考不上就考外地，市里考不上就考乡镇，反正不论如何，不管在哪儿，一定是要上岸的。就因为铁饭碗够稳定，够可靠，能带来安全感。但鲁迅先生却说，生活是迅速的，变化而不止。20年前热门专业是土木，如今却沦为人人嘲笑的对象。10年前人们又对计算机趋之若鹜，而今又成了烂大街。这个时代，没有永远的热门行业，更没有什么铁饭碗。说说我熟识的一位业界大佬，3000万级别自媒体创始人董建军。他出身安徽农村，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，工作稳定体面，收入也算不错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在2011年前后，他突然辞去工作，开始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新媒体行业。当时有不少同事劝他，你傻不傻，好好的工作不做，去搞什么歪门邪道。董建军却只是笑笑，没做过多解释。实际上，他是敏锐察觉到了传统媒体式微的趋势，新媒体话语权渐渐崛起，他便狠心打破了自己的现实安稳。于是当他紧锣密鼓摸索新媒体写作运营时，前同事们在杂志社一片祥和，每天准点打卡上下班。当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通宵达旦写稿时，那些人在一起喝酒吹牛，好不痛快。2年后，手机互联网迅速崛起，纸媒迅速衰落，董建军乘着东风一路逆袭，站上了行业顶尖。而那些对他辞职不屑一顾的同事，却直接落个失业的下场。就像董建军所说，底层所谓的稳定，恰恰是一种隐性消耗。它让人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失去学习新技能的动力，等到想改变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和社会脱节。社科研究员陈博也说过一个观点，越是底层社会的人找工作，越追求铁饭碗，结果越混越差。反而越是顶级的人找工作，会寻找市场需求，结果越成功。原因很简单，整个时代正处在急剧裂变之中，未来几年几十年到底会发生什么，谁也无法预知。只有紧跟时代与市场，大胆迭代进化自己，才是穷人逆袭翻身的可靠方式。从众心理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任何事情都是有正反两方面作用的，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持理智的思考，从而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很多人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看到别人做什么，自己也跟着做什么，结果就是沦陷底层，无法自拔。要知道，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好的人生亦是如此。你只有跟多数人反着来，努力精进自己，才能逃离底层，